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啊。我们看一下切点弦的问题。首先看一下例题一，经过原点 O 这个圆的两条切线，切点分别是 A 到 B， 直线 AB 的方程。圆呢，我先给它配方 x 方加上 4x 加4加上 y 方加 4y 加4。加8原来是加5，多加了一个3，右边也加3，变成 x 加2的平方加上 y 加2的平方等于3。显然呢，这个圆心西它的坐标是-2，半径是等于根号3的。下面我就要做图。圆心西在这个位置-2，半径等于根号3，它是1.7，所以我们画出来的圆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圆儿。经过坐标原点 O 做这个圆儿的切线，这是切点 A， 做它的另一条切线，这是切点 B。我们要求的是直线 AB 的方程。当我们要去求方程的时候，直线的方程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想到4种形式：点斜式、斜截式、两点式和截距式。我们看这条直线它具备了什么已知的条件？我一看呢，斜率、截距点现在都没有，那我怎么求这条直线呢？我们就得用其他的办法来求直线 AB 的方程。因为 AB 它两个点是在圆上的，显然 AB 是这个已知圆西的弦。那么由于 OA 是切线长， OB 是切线长，切线长是相等的，所以点 A 和点 B 还在什么地方呢？点 A 点 B 它在以坐标原点 O 为圆心，以 AB 长，以 OA 长，或者说 OB 也是可以的，因为 OB 和 OA 一样长，以 OA 长为半径的圆上。那么 O 为圆心，这样的圆是 x 方加 y 方，它等于我以 OA 为半径，所以呢，我要把半径求出来啊。那么我要求 OA 连接圆心和切点 A， 这个半径是垂直于这条切线的，然后我连接 OC。OA 就在三角形 RT 三角形 OAC 当中，所以 OA 它就等于根号下 OC 的平方，半径是根号3减去 r 的平方，根号3的平方减3。那么我需要 OC 的值 ，OC 的值我能求 OC 它等于x 减-2 x 加2，y 减0减-2 0加2，所以它应该是4824， 2倍根号2。那 OC 的平方呢，就等于8，带到这里来，所以 OA 的长我就求完了，它是根号5。它以 OA 为半径，所以呢，点 A 和点 B 它还在以 O 为坐标原点，以根号5长为半径的圆上。那这个圆呢，我们愿意画一下也行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圆。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 AB 的这条直线恰好是已知的圆西和以坐标原点 O 为圆心的，半径等于根号5的这个圆，它们两个圆的公共线。那么要求公共线所在的直线方程怎么求呢？之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啊，两个圆的方程相减就可以了。
所以圆锌的方程是 x 方加 y 方加 4x 加 4y 加5等于0。那么这个圆的方程是 x 方加上 y 方减5等于0，两个圆一相减，两个圆的方程一相减，变成 4x 加 4y， 5减负5加5加10等于0。所以 2x 加 2y 加5等于0。那么 AB 这条直线它所在的直线方程就是 2x 加 2y 加5等于0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学的知识学的多了以后，我们以前在单学直线方程的时候，要求直线它的方程必须要有点呐，有斜率啊，有截距呀之类的。现在呢，它和圆结合，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想法，因为它这个点、斜率和截距都不具备。AB 还是已知圆的弦，所以我们就想，可不可以用两个圆的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来把它求出来呢？这道题很值得大家思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一道题。大家看下面的这个题。下面的这道题，已知圆锌这个圆心锌它是0到2，半径是等于4的，和一条这个圆关于这条直线对称。好，我不是求一个圆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圆，而是这个圆锌它是一个轴对称图形，它关于这条直线对称。那这种叫什么啦？叫做自对称，就说明圆心是在这条直线上的，或者说这条直线穿过圆心了。好，那么我就把它带到 ax 加 by 减12等于0，x 取0这项没有了，把它带到这里来，2b 等于12，所以 b 就等于6我求出了一个 b 的值。动点 P 在 y 等于负 b 上 ，y 等于负 b， 显然呢 y 等于负 b， 现在它就变成了 y 等于负6的这条直线上，这就是在整理已知。过点 P 做这个圆的两条切线，得到两个切点，让我求的是两个切点所连的那条直线横过了定点 Q。好，那么现在我就需要进行精准的作图。圆心是0到2，这是1，这是2，圆心在这儿，半径等于4。所以我们画出来的圆儿大概是这样的，这是0到2做圆心，半径等于4的圆儿。点 P 在哪条直线上呢？在 y 等于负 b， 也就是 y 等于负6，这是 y 等于负6的这条直线上。点 P 是这条直线上的点，点 P 的纵坐标一定是负6，横坐标不知道，我就设它等于 t。经过这样的点 P 做这个圆的切线，这是切点。经过这个点 P 做这个圆的切线，这是另一个切点。一个切点是 M， 一个切点是 N。那么直线 MN 就是这条线，我要求直线 MN 横过的定点 Q。什么叫直线横过定点？直线是直线系方程，当参数取不同的值，它代表无数条直线，无数条直线都过了同一个点，
说明它才横过定点。那么我要求的这条直线里边，直线方程里边，它是应该含有字母、含有参数的。那现在我要求这条直线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把 OC 和 P 连上，把圆心呢，我要继续挖掘已知。只要有直线和圆相切，我就要连接圆心和切点。这个半径和它是垂直的，这条半径和它是垂直的。那我连接 CP 之后呢，这两条线也是垂直的。所以点 M 和点 N 这两个点，它是在以谁为直径的圆上呢？由于它是直角，只有直径上的圆周角才等于90度，说明点 M 和点 N 它应该在以 CP 为直径的圆上。那么我要想求半径，所以我首先要把 CP 求出来，它是直径，它就等于根号下 T 减0括号的平方加上-6减2括号的平方，所以它是等于根号下 T 方加上64，这是 CP 的长。既然它是直径，所以半径呢就等于它的一半，1/2倍的根号下 T 方加上64。我以它为直径，那么这个线段的终点，就是圆心，两个端点相加除以2，2/T加0，2加-6是-4，-10除以2，它是-2，所以圆心也被我找到了，半径也被我找到了。点 M 和点 N 就在以 CP 为直径的圆上，那么圆周角它才能够等于90度，所以这个圆的方程我就写出来了 ，x 减去2/T 括号的平方，加上 y 减-2y 加2括号的平方等于2方等于4/T 方加上64。好。我把点 M 和点 N 它所在的这个圆，另一个圆，当然它在圆C上，它呢由于是直角，直径上的圆周角才等于90度，所以 MN 所在的另一个圆我也写出来了。那么很显然，我把这个圆画一下大家会感受得更深刻一点。它在这个圆上，那么 MN 又在这个圆上，还在以这个圆C上，说明 MN 就是我刚刚求出来的这个圆和圆C的公共线它既是圆C的线，也是我刚求出来的这个圆的线，所以它是公共线。那么圆C的方程我先把这个方程展开。它是 x 方减去它俩乘积的2倍是 t， 加上4/T 方加上 y 方加上4y 加上4，它等于4/T 方加上64除以4，14的是16/24，左右两边都有，把它约掉了。然后是 x 方加 y 方加上4y， 把16移过来就变成减12，然后再减 t 等于0这个圆呢，我把它叫圆 M， 说起话来比较方便。圆 C 的方程呢，我也把它展开，圆 C 它是 x 方加上 y 方减去4y 加上4减16，
把16移过来减12等于0。两个方程一相减，2吃相就都约掉了。所以呢，4y 减4y，这就是 8y 减 t 等于0。我们得到这样一条直线，这儿丢了一个 x， 不是减 t 是 tx， 它们俩乘积的2倍是 tx， 所以是 8y 减去 tx 等于0。那么在这个式子当中，这条直线方程它这个方程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参数。为了让参数不起作用，所以我的 x 就只能取0。提取不同的值，我代表无数条直线。为了让 t 不起作用，让 x 取0，0乘以任何实数都是0。8y 减0 ，8y 等于0，y 也等于0。所以呢，这条直线 MN 它的确横过了定点，它横过定点0逗0。我这个图如果画的再精准一点，从图上就能看出它经过坐标原点00了。好，这是这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的切点弦的问题，就讲这么多。下节课呀，我给大家讲另一个小专题。